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美股呢，在昨天周四晚间继续下跌，下跌幅度是0.19%。虽然下跌幅度不大，最终呢收了一个上涨的十字星，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的是美股已经在7月27日和8月2日2天时间出现了两根阴线这两根阴线是有间隔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认为美股是处在一个震荡的趋势当中，并且这个震荡的趋势呢是处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系由杀分阳线位置上的一个区间震荡。我们看到本轮行情走出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系由启动时间是在7月10日，走出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之后呢，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系由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系由起源于7月19日，走出悟空阳线组、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并在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横盘震荡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关注的是美股不断上涨，但比特币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最近两个交易日，美股在回调的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人认为美股下跌会带动比特币下跌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认为美股在高位出现震荡的这个时间点，那比特币可能会稳住，甚至会出现一定的上涨这个观点是成立的就最近的这两天行情当中，可以看到美股在下跌，但是比特币始终处在一个震荡行情当中收了2天的十字星，始终处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但比特币的这个位置虽然是震荡的，但它在7月14日走出悟空阴线之后在7月24日走出八阶阴线，目前的 K 线系统呢处在八阶阴线的实力范围，所以虽然它和美股趋势相反，美股的下跌没有带动比特币继续下探但比特币仍然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系统，最终呢回踩1690均线，到达我们给出的这段时间一直给出这个目标点位是在$27,500。但到达这里之后，我认为下跌趋势就会停止，原因是我们已经经历了2轮位于1690均线的一个回踩过程之后，比特币继续上行。总而言之呢，这个6到7月份，我们一直认为是比特币会出现最终底部的一个时间点。那么7月份已经过了，那么底部位置大概率我们回头来看就是在$15,476这个位置。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仍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并且呢，我们看到6月19日这一天周线的比特币上走出了悟空阳线，上方呢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6月19日的这一周，比特币上涨幅度几乎在2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周线级别的上涨信号。即使经历了6周的调整，那么它的这个调整过程，我们看到最大的调整幅度是在10%左右因此呢，大的趋势周线级别对于比特币的趋势依然是一个上涨趋势，调整呢仅仅是日线级别有这个调整的需求，在调整完成之后，仍然会按照它继续上行周线级别上涨的逻辑来运行。同时呢，我们看到作为资本市场70%占比70%的美股，最近已经出现了一轮牛市。美股出现牛市之后，资金呢会有跷跷板效应。那么一旦美股牛市的资金回笼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比特币继续上涨趋势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呢，我们认为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比特币仍然是一个大周期的上涨趋势，调整呢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小幅度的调整，并且我们认为当前4小时级别的这个调整结构同4月到6月中旬的这个调整结构完全类似，形成了一个平行结构。那么下跌有这样的平行结构，那么上涨呢，我们认为6月14到6月23日的这轮上涨行情，在未来也将会有一个平行结构。也就是说，很快我们会迎来比特币做平行式对称结构的一轮上涨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轮行情3月份的这一波拉升也同4到6月份的这波拉升是完全对称的，下跌过程也出现了对称。所以呢，基于 K 线系统是一个分形结构所以呢，我们认为比特币在未来调整完成之后还会有牛市行情。但通过我们多空数据来看大多数山寨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多空数据是实时的，
大多数山寨币在4小时级别，包括主流币种，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非常少，只有3个非常不知名的币种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多头过程当中。那么这轮对于主流币和山寨币的下跌我认为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 LTC 减产之后它这个消息面落地之后做一个调整动作引发了主流币的下跌。同时呢 CRV 创始人去卖 CRV 换 USDT。这个行为让 CRV 出现了快速下跌，同时呢 CRV 也是 DeFi 板块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币种CRV 和莱特币的下跌引发了整轮主流币的下跌，同时呢还有 BNB 再次被受到这个起诉所以呢 BNB 虽然这一轮行情当中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它的反弹过程非常弱势，同时呢这几轮反弹也是币安平台做这个IEO 引发了一个微小的反弹，但是 BNB 的趋势还没有完全转好，因此呢 BNB、莱特币、CRV 成为带动本轮山寨币和主流币下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诱因。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强势币种依然保持非常强势的一个趋势，这里就包括我们这几天提到的 OP。一定要注意的是晚攻当晚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在任何资本市场包括人生当中都存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一部分西游战法也阐述了这一观点就是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空头是空头他妈生的，这不是骂人话，源自大话西游那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 OP 始终处在一个强势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这个多空的这个网站也给出了 OP， 在前几日就给出了 OP 做一个强势的上涨。那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了，8节阳线组走出来了，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势力范围，上方有唐僧阳线。如果能够成功站上 1.9 到 1.95美金之上，那将突破日线级别这里突破指的是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并且 K 线站上169均线，也就是 1.9 美金上方之后。日线发生突破之后 ，OP 将会作为本轮行情当中比较强势的币种出现。那么同样强势的币种还有一些包括我们会员群提到的 MKR。那么 MKR 本轮行情始终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收敛的结构当中虽然呢昨天回踩了一下这个日线级别的10日均线但是仍然处在一个上涨的通道当中因此呢，对于强势币种是要给予一定程度关注的。然后今天我看有人关注了 PEP 在我读者频道它的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析首先呢是它的一个下跌结构，下跌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不断下跌过程当中，然后进入到一个黄金坑，到达低位 0.6082然后突破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涨系由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然后基本上见顶，然后横盘过渡过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始终处在一个横盘的震荡过程当中，从6月一直震荡到7月，长达1个月的震荡过程当中，然后它的结构再次发生变形。当前行情当中的结构是方向偏下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能会找到它的一个焦点位置。这个焦点位置呢，偏向于8月中旬。我们认为，对于 PEP 来说，到达8月中旬附近，它会进入到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8月10日左右到达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近焦点它会发生变盘，如果能够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进入到 0.6095 附近那么将会进入到新的一个黄金坑位置，才是我们进行抄底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虽然出现了缓跌，但是它的这个平行结构没有走完，没有出现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前，下方呢仍然有空间，仍然有机会进入到它的一个结构上的新的黄金坑之后，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容易抄底的一个位置。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我们给出这几点首先呢是抓住位置，把握趋势，把握方向分仓进场，设置止损，才能在行情当中大概率获得趋势上带给你的超额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